江明，我们分手吧。虽然这4年你打工供我读书，但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圈子里了。你根本配不上我。李雅晴，她怎么在这儿？我不是自从1991年之后就没再见过她了吗？难道我重生了？还回到了1991年，李雅晴大学毕业跟我分手这天。都说上岸第一剑，先斩意中人，我今天算是见识到了。江明，别怪我没提醒你，现在分手对咱俩都好。毕竟我现在的男朋友可是城南服装厂的经理，就你这穷酸样，哪怕再打工20年，也得罪不起人家。新男友，前世我靠着自己努力开了一家服装店，朋友们都来给我庆祝。江明，你还记得李雅晴吗？这段时间她老家闹得沸沸扬扬，都在传她给人做小三儿。那个男的还是个上门女婿，在大舅子开的服装厂做的部门经理。对啊，周哥可是答应给我投资开一家时装店，再过阵子我就是服装店老板了。小子，自己没本事，就别怪人家美女甩了你。看看这车，认识不？巴尼塔，全省城也没几辆。这就是你周哥我的实力。江明平时都在工地干活，哪有机会接触这些？今天要不是你开车来接我，他怕是这辈子都不知道这车叫什么。也是，这种车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有资格碰的。哼，他这辈子也就配远远瞅2眼了。周经理派头不小啊，就是不知道这车到底是你还是你大舅哥的。你胡说八道什么？这车就是我自己的，我看你小子是穷疯了，见着好车就乱嚼舌根。就是，江明你太过分了，不想让我跟你分手，就往周哥身上泼脏水。我家周哥可是早就离异了，现在是单身，哪来的大舅哥？既然你不信，那以后可别怪我没提醒。我看你就是赤裸裸的嫉妒，嫉妒周哥有钱有车，嫉妒我能过上好日子。好了好了，咱别跟这种穷小子置气。不知道我什么情况你还不清楚吗？他就是见不得咱们过得好，故意编这种瞎话恶心人。周哥，还是你对我好，我肯定是相信你的。良言难劝该死的鬼，算了，这都重来一世了，谁还会为一段30年前的感情较劲？1991年遍地都是黄金，属于我的时代才刚刚开始。我前世做服装攒了不少经验，眼下也正是做服装生意的风口，只是普通款式的利润太薄，想快速赚来第一桶金，得抓时下最火的爆款才行。柳氏女装上新喽，新款裙子头皮现货。这是那个热播电视剧里女主的同款连衣裙，就她了。帅哥，来给女朋友买衣服？不是，我是来进货的。老板，这款裙子你这儿有多少现货？我想批发。批发价8块一件，拿得多给你算6块，要多少？我要60件，不过手头现钱不够，先付一部分定金，剩下的货款我卖完立刻送过来，算我赊个账。小兄弟，我这是小本生意，概不赊账。拿不出钱就去别家看看吧。老板，我刚跟攻了4年的对象分手，人家找了开宾纳塔的老板，嫌我穷，我就想争口气，靠自己赚点钱翻身。您能不能通融一下，
我卖完货真的立马来结清货款。小兄弟，真是难为你了，一片真心为了狗。要是能有一个像你这么帅的男人真心对我，别人就是开大奔，我也不跟着走。那老板可以赊账吗？不行。老板，算我求你了，你放心，货我拉去劳动广场卖，3天之内卖不完，我回来给你打工抵账，1分钱都不会少你的。老板，你要是不信，我可以把我的证件压在这儿。这个男生看着不像是那种欠钱不还的人，身上这股劲儿和我当年刚来省城打拼时一模一样。行，我就信你这一回，但定金你最少要付30%，3天后要是交不上尾款，我可真把你押到店里干活。您放心，我一定说到做到。你跟我来。年轻气盛，这裙子虽然款式好看，可他一个小伙子，懂怎么卖女性衣服吗？哼，这批货怕是大半都要砸手里喽。劳动广场是全城人流量最密集的地方，眼下这个电视剧家喻户晓，女主的同款连衣裙也要火遍大江南北。等把这批裙子卖了，我就有了启动资金。这里是人流必经之路，路过的人抬眼就能看见衣服，比挤在市场里强。大家快来看呐！服装厂倒闭，王八蛋厂长跑路了，工人没钱发工资，拿衣服抵账。原价30、40的汇芳同款连衣裙，今天通通19块9，通通19块9，赔本甩卖，一件不留。这小伙子喊的真新鲜，还是头回见这么卖货的，厂子老板都跑了。可别是什么有毛病的残次品吧？看着是像电视上慧芳穿的那件，但谁知道料子好不好？要是穿2天坏了，可就亏了。正经涤棉料子，走线都是双股的，不掉色不缩水。要不是厂长卷钱跑了，工人急着吃饭，哪能这个价往外出？如果买回家有什么质量问题，我负责到底。真是汇芳那款，我上周去百货大楼问，人家卖30一件，你这儿真卖19块9。姑娘，你放心，确实卖19块9，而且这还跟商场里是一个厂子出来的货。行，给我拿一件中号的。小伙子，你们厂子都黄了，再便宜点，18块一件，我拿2件。这位姐真不行，本钱都不止18，我就是帮忙代卖，赚不着啥钱。行吧行吧，给我拿2件，一件中号，一件大号。给我拿件大号，还有小号吗？我腰细，我要3件，给我2个姐妹也捎上。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一共1194块，扣掉360块本钱，净赚834。钱是我在工地扛了3个月水泥，才攒下第一笔进货钱。现在刚1天，就赚了大半年的工资。一个人1天最多销几十件衣服，想多赚钱，得先把摊子铺开。唐武和冬青还在工地出苦力，前世他们跟着我白手起家，吃了不少苦，这一世正好拉上他们一起干。一件上衣卖15，嫌贵就别上手乱摸，我这儿可是正经门店的货，跟路边摆摊的破烂不是一回事儿。要是摸脏了弄皱了，你赔得起吗？就这老掉牙的款式，白送我都嫌占衣柜。呸！都是一群穷鬼，进来就干看着，买衣服的没几个。哎，白跑一趟，这店里的款式也太普通了。
还不如去劳动广场抢那件汇芳同款呢。可不是嘛，我听我姐说，那汇芳服19.9块一件，今天下午都卖断货了，也不知道摊主明天还来不来。一帮没眼光的穷丫头，懂什么叫款式？地摊上的破烂货，也就哄哄你们这些图便宜的人，也配跟我店里的相提并论？雅晴，今天开张到现在卖出去多少件了？这地段人流不少，业绩差不了吧？卖出去2件。这么好的临街位置，怎么才卖2件？是不是店里这些款式不对顾客的胃口？才没有呢！我的审美你还信不过吗？都怪那个广场上摆摊卖汇芳服的，把咱们的生意全抢走了。汇芳服？就是卖电视剧里那个叫汇芳的同款裙子，大家一时新鲜罢了。哎呀，做生意哪有第一天就爆火的呀？客人都是慢慢攒出来的。你放心，再过些日子，我肯定把店经营的红火，绝不让你亏钱。行，那你先在这儿守着，我厂里还有事儿，晚点再过来看你。好。早知道就先调开江明了。他脑子活，搭配衣服的眼光也好。我以前的衣服都是他给我买的，要是有他帮忙，今天店里的生意肯定不会这么惨淡。明哥，你去哪儿了？这几天都没在工地上看见你。工地的活我不干了，今天找你们俩是想喊你们跟我一起摆摊做生意，摆摊赚的可比扛水泥多多了。可我俩除了出大力啥也不会，别再给你赔了。就是啊，明哥，万一都折进去可咋成？不会赔的，你们跟我去个地方就知道了。小兄弟，这才1天你就回来了，我还以为你得后天才能来呢。60件汇芳服的尾款，你点点数，1分不少。听那老板的话，这才1天功夫，明哥就把本钱全赚出来了。可不就是，这一沓钱抵咱俩2月工资了。行啊，小兄弟，真有你的！我当初还怕你砸手里呢。老板，还有件事儿想拜托你，我再要300件汇芳服。300件？小兄弟，你口气也太大了。60件能卖掉，都算你运气好。300件，要是赔了，可真不是小数目。这些全当定金，以后我固定从你这儿进货，量只会越来越大，不会少了你生意。行，300件我给你凑货，赊一半账，卖完立刻结清尾款。但咱们丑话说在前头，卖不完可不能退。那是当然，合作愉快。明哥，我唐武今儿是真服了，你1天赚的比我俩在工地熬1个月都强。以后你说咋干就咋干，我俩全听你安排。对，明哥你脑子活，跟着你干肯定没错。我们俩出力气绝不含糊。行，你们放心，以后有我一口吃的，就绝对少不了你们俩。现在机会多的是，咱们好好干，迟早能在省城站稳脚跟。唐武守左摊吆喝揽客，冬青守右摊收钱找尺码，我盯中间控场补配。
记住，咬死19.9块不松口。有人闹事，先稳住，喊我过来。放心吧，明哥，我保证给你喊的整条街都能听见。别犹豫，别徘徊，犹豫徘徊等于白来。好看裙子不等人，清仓倒计时，卖完这批永久不补货，错过这次再等1年。这不就是昨天卖裙子的摊子吗？昨天来晚一步全抢光了，今天说啥也得抢到1件。看来就是你们抢了雅晴时装店的生意。行，咱们走着瞧。明哥，还好跟着你出来做生意了，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的钱。选择大于努力，以后我们还会赚更多。你小子故意来抢生意是吧？喊这么大声，把人全勾走了，还让不让别人活？咱们都是各凭本事做生意，你掀我摊子，是打算赔钱？赔？我赔个屁！你这裙子卖这么便宜，铁定是烂布头做的。诸位可以凑近头，领口全包边，内里双股走线，下摆全锁边，针脚半分不乱。我这是正经涤棉料子，扯不变形，洗不缩水。要真是残次烂货，我可不敢当众这么造。你骗鬼呢！好货早进百货大楼了，能留到你这地摊上？嘴上说是涤棉料子，你有正经凭据吗？拿不出来就是来路不正，我今天就举报你。谁说我没有？这是南城制衣厂的出库单，红章盖的明明白白。我这可是头批现货，数量有限，就连百货大楼也没有几件。原来是南城原厂的头批货，难怪做工这么好。给我拿2件，赶紧走，别在这碍事，我们还要买衣服呢。明哥，你这也太厉害了，3言2语就把他怼得没话说。我看顾客们都更想买咱的货了。行了，别夸了，赶紧挂好，趁着人多抓紧卖。嘿，没用的家伙，连个地摊子都对付不了，也敢说自己在广场吃得开。不过这汇芳服的生意倒是真火，要是我也让雅晴卖汇芳服，肯定能大赚。明哥，240件，扣掉本钱和摊位费，净赚3300，顶我在工地干大半年。我喊到嗓子冒烟都直了，照这速度，再过半月，咱们都能租门面了。我还寻思300件够你卖1周，合着1天就清完大半了。还是柳老板的货正，版型准，才能走得这么快。这是那300件的尾款，你点点数。行，是我小瞧你了。往后你要是还拿货，我优先给你留，单价再给你让5毛。柳老板大气。不过说起来，还得多谢上次你给我的出库单，今天可是帮了我大忙。那隔壁摊主过来闹事儿，说咱的货来路不正，全靠这张字据才堵住他的嘴。这你可别谢我，单据就在档口放着，别人拿货从来没人提过要，是你自己有心，提前就想到了这茬，换了旁人哪有这么周全？哪有什么天生周全，不过是上辈子栽过跟头。不过我记得前世过了不久，满大街都是汇芳服，大家嫌撞衫俗气，销量说崩就崩，我得提前想好要卖什么新款。柳老板过奖了，汇芳服直播先机咱们占的差不多了，再过几天恐怕满大街都是同款，所以这款我就不补货了，我打算换个新款来做，等细节捋顺了再跟你细谈。行，定好了就去店里找我。明哥，咱们这就准备上新款了。汇芳服火不了太久，咱们要是还想赚钱，就得先人一步，抓住下个潮流。明哥，这汇芳服还卖得动呢，怎么就清仓不补了？昨天还有人问呢。跟风的货已经在路上了，再过2天满大街都是同款，再囤就砸手里。你是个做生意的料子，前几天你让我把尾货散给周边小摊贩，我还怕砸了，结果这2天全出干净了。现在大街小巷都有人穿汇芳服，市场也耗得差不多了。就是要这个效果。等大批量仿货一到，市场早就饱和了，谁跟风谁倒霉。咱们订的那批新款衣服都做好了吧？整车成品等会儿就送到档口，你随时都能过来提货。
还别说，你这眼光是真毒，那款式我看着都想买。这批货我让厂里加急赶了整整1周，500件金网全送过来了，定19.9块，跟劳动广场那地摊卖一个价。但咱们有正经门店，能试穿，能挑码，没道理抢不过他。还是周哥你有本事，说句话就立马能弄出货来。那是，我用的可是仓库的积压料，成本比他拿货价还低2块。他一个摆地摊的，拿什么跟我耗？对，到时候客源就全是咱们的。那不是我老公周阳吗？他怎么从女装店出来了？我倒要看看是怎么回事。这个女人看着气质不菲，应该是个有钱人。您好，您看有什么想买的衣服？这个女孩看着挺年轻，像是刚毕业。周阳差不多得比她大10多岁。人家姑娘估计是看不上那老财帮子，应该是我想多了吧。姐，你要不要看看这个？这可是眼下最火的电视剧同款，19.9块一件，比百货大楼便宜10多块呢。我还以为临街门面会有辛苦，原来卖的也和广场小摊一样，都是汇芳服啊。您这就不懂了吧？这可是当下卖的最火的一款。再说了，我们这儿可是正经门店，衣服料子的做工绝对比地摊上的靠谱。我包里这件就是从广场上买的，人家是南城原厂的头批货，双走线厚涤棉。你这布料摸着跟纸一样薄，和我们家工厂仓库堆的积压料一模一样，还敢卖一个价？你懂什么？我看你这辈子也就配穿地摊货了，买不起就出去。你这姑娘做生意怎么这个态度？怎么哪儿都有他们？好好的客人全被他们勾走了。不行，我得亲自去劳动广场看看，我倒要瞧瞧一个破地摊到底有什么能耐。新款牛仔系列，外套、裤子、裙子全都有。正经水洗牛仔布，耐穿不变形，错过不再有啊！这喇叭裤版型真正，裤腿垂下来，显腿特别长。这外套料子厚实，春秋都能穿，搭裤子、搭裙子都行，真值。这款式，这搭配，竟然比百货大楼的款还洋气。凭什么一个破地摊的生意能这么好？要是这些客人都去我店里，现在数钱的就是我了。有了，我倒要看看，如果你这料子出了问题烂皮肤，还有没人敢再买？你就是这摊子的老板是吧？姐，我不是老板，你有啥事儿？你还好意思问我有啥事儿？我才在你们这儿买的牛仔裤，就回家试穿了一会儿，大腿直接起了一片红肘子。谁知道你们是用什么垃圾料子做的？大姐，你可别乱说，我们这都是正经工厂的水洗牛仔布，好多人买了都没问题，怎么会起疹子呢？你的意思是我撒谎讹你呗？我好好的皮肤穿了你们的裤子就痒，不是你们料子差是什么？今天你要是不给我个说法，我就不走了。我是老板，有什么事儿跟我说。这声音怎么这么像江明？不可能，江明就是个打工的命，怎么可能搞得起这么大的摊子？就是你要找江明，
你！既然你是这儿的老板，那你说吧，今天这事儿怎么处理？我问你，这条牛仔裤你什么时候买的？就今天上午啊。怎么，你卖的货有问题，还不想认账？笑话！这批牛仔货我今天下午才摆上，上午你是怎么买到？我记错了，就是下午你刚摆上那会儿。你该不会是想抵赖吧？我告诉你，我腿上的疹子可还在呢。既然你说是在我这儿买，那就把裤子拿出来比对一下，还有你起疹子的病例，只要证据能对得上，我10倍赔你。但要是拿不出来，我就告你造谣生事了。裤子和疹子全是我编出来的，哪里拿得出来证据？拿不出来就赶紧滚，再闹我们就喊人了。合着是来碰瓷儿的，我就说嘛，这裤子的料子摸着就好，怎么会起疹子？明哥，还是你厉害，3言2语就把他怼走了。不用管他，咱们继续卖货。你好好的不在店里看店，出去一圈怎么还哭上了？还能怎么？那个摆摊的就是江明，他故意针对我，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让我下不来台，我脸都丢尽了。江明，就那个穷打工的，他能折腾出什么花样？你可别小看那摊子，围了好多人，牛仔裤卖的特别火，收钱都收不过来。要不是他抢我生意，我至于这么狼狈吗？你是说他卖的牛仔裤生意特别好？可不是嘛，好多人抢着要，可比咱这店里的生意好多了。厂子的仓库里还堆着不少次等牛仔布，正愁没地方消化。别哭了，不就是个破地摊吗？我有的是办法治他。什么办法？周哥，你可得帮我出这口气。我让车间照着他的版型赶工，再低价放给下游摊贩，到时候满大街都是和他竞争的，我看他还怎么卖。还是周哥你厉害。那是，等着吧，明天我就安排车间赶工，用不了3天，江明的竞品货就能铺满整条街。明哥，这都办啥午了，才卖出去7、8条，要是搁以前这个点儿，早卖出去几十件了。别急，跟风货出来了，咱们这销量也正常。明哥，我摸清楚了，是城南厂那边放出来的仿款，样子像，价格又低，不少摊主都去他们那儿拿货，咱们的客户都被低价吸引走的。这料子也太薄了吧，摸着软塌塌的，穿2次肯定变形，可架不住它价低呀。明哥，要不咱们也降价？不能打价格战，咱们一个摆地摊的，耗不过人家厂子。不过，既然他们的优势是价格低，那咱们要做的就是跟他们比质量。明哥，你是有主意了吗？你们在这儿看着摊儿，我去找柳老板。我正说要找你呢，批发市场都传开了，城南厂出了低价牛仔裤，抢了你不少生意，我还以为你得急着降价呢。降价是最笨的法子。我过来就是想跟你商量，在原版的基础上改版型，做个升级款。改版型？你想怎么改？腰条内侧加2道隐形收腰，穿上能显得腰细，裤脚再放宽半寸，做成 V 型喇叭款。你这么一改，这裤子确实更能修饰身形了，姑娘们肯定喜欢。我就是想着，靠价格战拉客肯定走不长远，得凭着咱独一家的新潮，才能把顾客实打实的拉回来。行，我这就叫打版师傅过来，咱们争取3天出样衣。明哥，真把仿款挂这儿啊？这不等于给别人打广告吗？咱们不是给他们打广告，而是让顾客一眼看出两者之间的差距。
面这条版型也太好了吧，显得腰特别细，裤型也顺，比左边那条软塌塌的强多了。可不是嘛，左边摸着薄的像纸，洗2次肯定垮；右边这个厚实耐穿，多花2块钱也值当。老板，给我一条中码的。明哥，顾客们果然又回来了。现在大家的生活水平都在变好，自然愿意花点小钱买更好。周经理，今天又有3家摊贩过来退货，说裤子的版型差，卖不动，非要退钱。咱们再退下去，这批货就全砸手里了。一群没眼光的东西，便宜5毛还卖不动，都是废物。这批货绝对不能拉回城南厂，不然这么多的退货，我这个经理的位置怕是会不稳。把这些都拉到雅晴时装店。是。周哥，你可算来了。这2天店里生意还是淡得很，一天都进不来几个人。生意不好怕什么？我给你送赚钱的路子来了。什么路子啊？我手里有一批牛仔裤，你把店里腾出半面墙挂这个，卖15块钱一条，比他地摊上便宜好几块，肯定好卖。可是之前汇芳服就没卖动，这牛仔裤能行吗？别再砸我店里了。咱们是正经门店，价格还比江明的低，你怕什么？行吧，那我试试。那我明天就让人把货送过来。这裤型穿着跟套了2个麻袋，走路时。什么玩意儿嘛！半天了，一条都卖不出去。就这破料料破版型，难怪没人买。周阳还吹得天花乱坠，根本就是拿残次品糊弄我。这都大半天了，卖的怎么样？还怎么样？一条都没卖出去。你自己看看这料子，薄的跟纸似的，版型也松松打垮，顾客上手摸一下就走，我怎么卖？人家江明摆地摊都卖得热火朝天，你守着正经门店卖不动，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反倒怪起祸了。你什么意思？觉得我没用了是吧？前几天我让你陪我去同学聚会，你不肯去，现在卖不出货，你又往我身上撒气，你是不是根本就不爱我，觉得我给你丢人了？行了行了，多大点事儿就哭哭啼啼的，是我话说重了，行了吧？那同学聚会你到底陪不陪我去？去，陪你去，不就是个同学聚会吗？我保管让你在全班同学面前风风光光的。周哥你真好，我就知道你最疼我了。明天在同福饭店的聚会，我得穿那条新连衣裙，再带上你送我的丝巾，保管全班女生都羡慕我。算了，现在还需要李雅琪帮我卖货，不能跟这个蠢女人闹掰。王主管，劳动广场那个叫江明的摊主新出了改良款牛仔裤，这周卖的特别火，不光零售围满了人，周边县城批发商都专程找他拿货。改良款，有意思。你去联系一下这个江明，就说城南服装厂想跟他谈长期代工合作，问问他明天中午有没有空，地点就定在市中心的同福饭店。好的，王主管，我这就去联系。雅晴，这儿呢，好久不见，你也太时髦了吧，跟上学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也就随便收拾了下，最近店里事情多，忙得我都没工夫好好逛街了。店？什么店呀？咱们才刚毕业，你都当上老板了？就是一家时装店，我男朋友给投资开的，在商业街正街的位置。先练练手，等做顺了，还打算开2家分店做连锁。
我的天，你也太好福气了吧！刚毕业就有男朋友帮衬着当老板娘，比我们这些上班的可强多了。我们跟你简直没法比呀！瞧你说的，哪有那么厉害？就是我男朋友特意给我开着玩的，就当打发时间了。赚不赚钱的不重要，我开心就行。不好意思各位，来晚一步，刚才停车耽误了会儿。我那辆博纳塔车身太宽，饭店门口车位窄，停着费劲，绕去后院折腾了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男朋友周阳，城南服装厂的经理。以后大家不管是自己买衣服，还是想做点小生意拿货，找我就行，全给你们走内部渠道打折。难怪雅琴开店这么有底气，原来男朋友是大厂经理啊，真是郎才女貌。周经理年轻有为啊，这么年轻就当上了经理，前途不可限量。哪里，我手底下也就管着100来号而已。苏曼，我记得你上学时成绩最好，年年拿1等奖学金，现在肯定找着特别好的工作了吧？现在在做什么？一个月能拿多少钱啊？做文职，赚的钱够自己花，日子过得挺踏实。文职啊，那多熬人啊！天天看领导脸色，一个月也赚不了几个钱。我说你也别太要强了，女孩子家干得好不如嫁得好，找个有本事的男朋友比什么都强。靠别人总不如靠自己踏实。不过说起来，怎么不见江明来啊？当初可是他打工供你读书，风里来雨里去的，全班谁不知道？怎么现在你毕业了，身边的人反倒换了？苏曼，你什么意思？江明他自己没本事，赚不到钱，难道我还要跟着他苦一辈子？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我没有错。我可没说你不能选更好的路，只是人家掏心掏肺供了你4年，你转头就嫌人家穷，连句交代都没有，未免太薄情了些。薄情？那也总比有些人眼红别人过得好，说酸话强。哎呀，好了，今天好不容易聚一次，聊这些干嘛？来，咱们碰一杯。毕业这么久，难得人这么齐。就是，老同学叙旧，别伤了和气，都少说2句，吃菜。不行，他刚才那话摆明了是骂我忘恩负义。苏曼，今天你必须给我道歉，不然这事儿没完。你们先聊，我出去接个电话。周阳的车怎么停在这儿？喂，你在哪儿呢？我这正开生产会呢，你有什么事吗？没事儿，就是今天晚上想用一下你那辆百纳塔，那辆车你没借人吧？没借人，等晚上我开回去给你用。先挂了啊，忙着呢。在厂里开生产会，车也没借人，可这车明明就停在饭店门口，他为什么撒谎？王主管，江老板到了。算了，回头再跟那老小子算账。江老板久仰大名，我订了6号包间，咱们边吃边聊。王总太客气了。真是多事。王主管，这就是6号包间。舒曼，我男朋友可是城南服装厂的经理，他一句话就能让你连工作都找不到。行了，不用跟他多费口舌。那个叫苏曼的，你要是想在省城安稳混下去，就给我女朋友老老实实的道歉。好你个周阳，竟敢背着我找小三儿！看我不扒了你的皮！这么巧，居然直接撞上了捉奸现场。干嘛的？我们这是私人聚会，不用上菜也不用添茶，走错房间就赶紧出去。老婆，周经理，你真是好雅兴啊！跟我说是在厂里开生产会，
结果跑到这儿来陪小三。老婆，你听我解释，不是你想的那样。不用再跟我解释。周阳，你也不想想你这个经理的位置是怎么来的？靠着我哥的工厂，我娘家的资源走到今天，背地里居然还敢干这种事儿！我的天，原来他结婚了，那雅晴算怎么回事啊？合着他炫耀了一整天的经理男朋友，是靠着老婆娘家吃饭的软饭男啊！周哥，他说的都是真的吗？你少在这儿装正经！你自己不也带着个小白脸出来吃饭？咱俩谁也别说谁。小白脸，这位是姜老板，我今天约他来是谈服装代工合作的。你自己心思龌龊，就觉得所有人都跟你一样。你睁大眼睛看清楚，小林也跟着呢。周经理，我在这儿呢。你闭嘴！还有这辆博纳塔，是我哥的厂子配给干部跑公务用的，什么时候成你的私人物品了？等会儿把车开回厂子。好的。我没工夫在这儿跟你闹。等回到厂里，审计部门会对你进行职位审查。要是被我抓到你敢吞厂里1分钱给小三儿，咱们就走着瞧。小明，你站住！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我今天在这儿同学聚会，故意约周阳老婆来这个饭店？你就是存心想看我出丑，对不对？咱们早就分手了，我没这个闲心，而且我当初就提醒过你，是你自己不信。既然路是你自己选的，那现在这个结果也怪不了别人。我说他怎么突然这么阔绰，又是开店又是带丝巾的，原来是当小三儿换来的。可不是嘛，还吹男朋友有本事，要让人家苏曼找不到工作，结果是靠老婆娘家的软饭男，就他还当个宝似的。我不是小三儿，我是被骗的。我不知道他有老婆。这就跑了。刚才他耀武扬威、臭显摆的时候，可不是这个样子，换谁也待不住。闹成这样，以后同学聚会他怕是没脸来了。完了完了，要是被他发现我是用的他的钱开的服装店，还有店里的那些服装，也都是厂里的货，我就全完了。你骗我！你当初明明说自己离异单身，怎么转头就冒出个老婆来？现在全班都说我是小三儿，这下你满意了？现在倒怪起我来了。当初要不是你死缠烂打，要我陪你来这破同学聚会，我能撞上我老婆？现在我半辈子的前途全毁在你手里了。我毁你前途，明明是你自己管不住自己，凭什么怨我？不怨你怨谁？都这会儿了，你也别装了。当初江明提醒你的时候，我就不信你不怀疑。不就是怕富贵日子飞了，所以才揣着明白装糊涂的吗？你胡说八道！我没有！懒得跟你掰扯，往后咱们各走各的路，互不牵扯。你也别再来找我，免得又被我老婆看见。你怎么能这么对我？王主管，都核查完了。周经理以滞销处理、样品打版的名义，提走的成衣、布料折合成本一共4万整，
对应的销售回款呢？没有回款。您再看这个，所有提走的货，最终签收地址全是商业街的雅晴时装店，就是那个李雅晴开的店。好你个周阳，拿着厂里的货，挪着厂里的钱，在外头养小三儿开的店，真当王家的厂子是他的私产了？反了他了！哼，一个上门女婿，靠着我们王家才有今天的位子，竟敢干出这种吃里扒外的事儿！哥，你可得帮我出气啊！妹，你放心，这种人绝不能留。我立马把他经理的职位撤掉，还有他挪用的4万块钱，必须一分不少的全吐出来，少一个子儿，我直接送他去吃牢饭。周经理，厂长和王主管都在办公室等你呢。我知道了。哥，老婆，我知道错了。我这些年攒的私房钱，还有身上值钱的东西，全变卖后，一共就凑了这1万块钱，剩下的那些，我打欠条慢慢还成嘛。当初挪货拿钱的时候，怎么不想着今天？经理职位你是不用想了，剩下的3万，给你3个月时间，到期还不上，咱们派出所见。哥，我真的知道错了，我就是一时鬼迷心窍，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往后肯定踏踏实干活。这职位，你好歹给我留条活路啊！活路是你自己亲手把活路做没的。像你这种吃里扒外、不知感恩的东西，我留你干嘛？职位和公款的事都按规矩来，除了这以外，还有离婚协议，我已经让律师拟好了，你抽时间签字吧。离婚不行，绝对不行！要是离了婚，我就真的彻底没有翻盘的机会了。老婆，咱们夫妻一场，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夫妻？你在外头找人挪厂里的钱填他那破店亏空的时候，怎么没想过咱们是夫妻？房子是我婚前娘家买的，存款全在我名下，家里的大件也都是我娘家置办的。你收拾好自己的随身东西，搬出去就行。完了，这下全完了。好好的经理位子全没了，都怪那个女人勾引我。还有王芳，这个薄情寡义的女人，我们结婚那么多年，一句话就把我赶走了，还让我还钱。王芳、王建国还有那个江明，这笔账我早晚要讨回来。就是这家店，老板娘当小三儿抢人家老公，都闹得人尽皆知了，谁还敢来买东西？可不是嘛，好好的姑娘不走正路，这下好了，店都快开不下去了。小李呀，不是我不近人情，只是周边好几家商户都找我反映，说你这店影响整条街的生意，这房子我不能再租给你了。剩下的房租我退给你，你尽快找地方搬吧。张姐，咱们合同签了半年的，怎么能说不租就不租了？我知道你有难处，可我总不能砸了自己的招牌。违约金我按合同赔给你，你收拾收拾，3天之内搬走吧。省城这么大，竟然连我容身的地方都没有。罢了，大不了回老家找份安稳工作，总比在这儿看人脸色强。哥，快拉红绸，咱也有自己的门面了。好。以前啊，摆地摊屈才了，这下有了正经门店，批发零售一起做，路子可就宽了。正有此意，别在外头站着了，都进去看看。
以前摆摊风吹日晒的，这下有了自己的店，可算是安稳了。有自己的门店只是第一步，以后咱们用零售攒口碑，批发走销量，两头一起抓，才能把生意做稳。等代工协议签下来，还可以研究些新品类，不用再怕被房款抢生意。江老板新店开业，恭喜了！这么短时间就能从路边摊做到正经门店，果然是年轻有为。王总客气了，多亏有你之前的牵线搭桥，不然也不会这么顺利。快请坐。代工协议都按咱们之前谈的来，你出设计定版型，我们厂负责生产。以后你不用再担心货源被卡、版型被抄，要是有新款，也随时都能裱版开模。有王总你这句话，我这边也敢放开手脚了。您可真是我的贵人。我也是看中你选款的眼光，之前汇芳服、改良牛仔裤，每一步都踩得准。跟你合作，我们厂也能多赚不少。既然您相信我，那不妨看看这个。这是我准备上的新品，厂里能做吗？彩色健美裤，现在市面上卖的全是黑、藏青、浅灰这几个基础色，红、黄、蓝、绿、紫这么跳的颜色，大家敢穿出门吗？受众会不会太窄了？我觉得恰恰相反，基础色太泛滥，家家都在卖，顾客挑花了眼，反而记不住。彩色款一摆出来，隔着半条街就能看见，天生吸睛。行，你这眼光一直准，就按你说的来。我回去就安排车间备料打版，先做1000条彩色健美裤，5天之内就能出货。那就辛苦王总了。江老板，不是我不捧场，大家买健美裤就认黑、灰、藏青，百搭不出错。彩色的根本不好搭上衣，肯定砸手里。是啊，这玩意儿看着新鲜，实际谁好意思穿个大红健美裤上街？你送我都不敢穿，更别说拿货回去卖了。我们小本生意，可不敢冒这个险。要我说，你还是多进点黑色基础款，稳赚不赔。光挂在衣架上看不出效果，各位有顾虑也很正常。等我把上身效果做出来，大家再决定拿不拿货也不迟。行，江老板，那我们就再等等。明哥，这帮人全部看好，咱们万一真卖不动可咋办？货好不好，穿上身才知道。咱们得找个人穿起来展示，让大家亲眼看见效果。找谁啊？咱们身边都是大老爷们儿，总不能让我们穿吧？你想我还不愿意呢。我出去转转，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人选。得找个身形匀称、气质清爽的，穿出来才显版型。太花哨不行，太普通又没说服力，一时半会儿还真不好找。这位同学，请等一下。你是江明？咱们在之前的同学聚会上见过。是我开了家服饰店，想找位形象好的女生做服装模特，展示新款裤子。我觉得你的气质很合适，想问问你有没有兴趣？服装模特，我没做过这个。不用有什么经验，就是穿着新款裤子给顾客看下上身效果，按天结钱，待遇好说。行，我回去想想，尽快给你答复。不是我说你，急急忙忙进公司成什么样子？你不知道早点来公司吗？是不是不想干了？张主任，我已经提前来公司了，这离上班还有5分钟呢，我又没有迟到。哼，还有5分钟怎么了？你就不能积极点？我们可是私企，绝不允许你这种混吃等死的思想存在。好，我知道了，下次我早点来。还有，刚才你从门口经过，看不到地上有片纸吗？哼，不知道捡起来吗？张主任，我刚才着急进公司，确实没注意到。没注意到？那下次别人也说没注意到，是不是就不用捡地上的垃圾了？你就是用这种态度去爱护公司环境的？我知道了，我现在就去捡。现在补救有什么用？进门第一眼的环境都不上心，足以看出你做事粗枝大叶，凡事只顾自己。既然张主任不让我捡，那我就写方案了。你这是什么表情？也不知道笑一下，看上去跟咱们公司苛待你了一样。真不知道领导怎么想，会让你通过面试。
连个方案都写不好，我看你这么多年的书都白读了。张主任，这是按照你的要求提交的方案。哼，我怎么不记得我这样要求了？就你这工作态度，还想转正？做梦去吧！天天摆着张冷脸给谁看？公司可不养你这种不懂规矩的闲人。规矩？你所谓的规矩，就是借着工作名义变着法刁难我吗？不就是因为你想把我赶走，好给你侄女儿腾位置吗？所以你就处处给我穿小鞋。你胡说八道什么？反了你了！这破班我不上了，辞职报告给你。与其在这受窝囊气，倒不如去试试新路子。我还以为你要再考虑2天，没想到这么快就过来了。我想通了，与其在写字楼里受窝囊气，还不如出来做点有意思的事。所以我过来看看你说的模特工作，具体要我做什么？就是让你换上这个试试效果，试衣间在里侧。好。明哥，这裤子挂那儿都晃眼，穿上身能好看吗？我这心里总有点打鼓。颜色亮不代表俗气，挑对版型，穿对人，比黑灰色基础款细肩10倍。我去，穿上居然这么好看，显得腿又直又长，人都精神了一截。效果比我预想的还好，鲜亮颜色非但不土，反倒衬身形提气色，这就是咱们要的展示效果。这裤子料子挺舒服的，弹力够，走路蹲起都不勒。你一个人站店里展示，覆盖面还是太小。我想请你牵头，组一支3人小团队。你们穿着彩色健美裤带大家跳操，把版型和上身效果都亮出来。行，听起来挺有意思，人我来想办法找，都是以前学校健美操队的同学，身形气质都合适，跳操动作也整齐。那就太好了，如果能成功招来人，那这事儿就成了一半。明哥，周边县城的分销商我都通知到了，常来拿货的摊主也挨个递了邀请，就说当天免费看展示，看完效果再决定拿不拿货，绝不强推。好，活动全程免费开放，路过的市民都能来看，还能当场试穿。咱们不靠话说的漂亮，就靠实打实的上身效果说话。等展示会一开，总会有人心动。抬头，肩膀打开，踢腿幅度再大些。这裤子弹力足，绷不开的，咱们动作越舒展，越能显穿版型好看。歇会儿吧，练一上午了。我给你们的3人组合想了个名字，就叫伊尔，简单好记，也贴合女生展示的调性。何赤儿，听着还挺洋气。只是，到时候台下那么多人看着，穿这么亮的裤子上台，真的不会有人说闲话吗？咱们跳的是正经健身操，动作大方得体，有什么可说闲话的？你们只管放开跳，让大家亲眼看到这裤子上身有多显精神，这比说多少推销的话都管用。我觉得也是，练了这几天，我倒觉得这彩色的健美裤比那些常规的有活力多了。姜老板放心吧，到了台上我们肯定好好发挥。你们听说没？那个姜老板租了文化宫的舞台搞什么展示会，找姑娘穿彩色健美裤跳操，卖裤子就好好卖裤子。整这些花里胡哨的，纯赔本赚吆喝，可不是吗？我做服装10来年了，就没见过这么做生意的。那彩色健美裤本来就没人看好，再搞个跳舞的噱头，我看就是货砸手里了，想歪招清库轮呢。我还以为他江明多有本事，原来也就这点手段。等着吧，等展示会办砸了，我倒要看看他还怎么在省城里风光。我倒要看看这彩色裤子穿上台到底是什么样。说是健身展示，我看就是个噱头，哪有什么真东西？江明，折腾这么大阵仗，我看你待会儿怎么收场。这是停电了！不能啊！什么情况？哎呦，穿上居然这么好看！这颜色亮是亮，可一点都不俗气，显得人特别有气色。可不是嘛！我一直以为健美裤只有黑色的能穿，原来彩色的上身效果这么好，看着腿又直又长。好家伙，
这上身效果真不一样，版型正，弹力足，颜色还吸睛。要是能拿到手，肯定比黑灰款好卖多了。不好意思，你这边的黑色健美裤我先不定了。江明这彩色款往摊上一摆，隔着半条街都能看见，不愁卖不动。听说他从城南服装厂订的首批货只有1000条，我得赶紧跟他敲定合作。凭什么？凭什么江明能风光，王芳能挣钱，就我落到是这么个下场？王芳、江明，你们别得意！管氏服装厂的管老板一直想抢城南厂的市场份额，只要我跟他联手，肯定能把我失去的都夺回来。管老板，这纸上记的是城南厂的布料竞价、代工底价，还有下游核心分销商的拿货价。我在城南厂做了这么多年经理，生产、渠道门儿清。你带着这些东西过来，想换什么？我要销售经理的位子，再加一条生产线的全权管理权。不出半个月，我就能把城南厂的客源挖过来，抢下省城1半的女装批发比额。行，一条生产线给你，经理职位明天就下发通知。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把城南厂的生意抢过来。江老板，彩色健美裤给我留120条。前阵子拿的改良牛仔走的就顺，这裤子上身效果这么炸，回去可定卖爆。给我80条，红黄蓝3色各来1半，我回去就摆档口最显眼的挂钩上。大家别急，挨个登记，都有份儿。丑话说在前头，首批就1000条现货，按登记顺序发，晚了只能等下批大货。名单收好，回头按顺序排单发。我下午去趟城南厂追加订单。老板，有彩色健美裤吗？有，就剩最后1条了，正经名医的货，限量的。行，就这条了。有了这条原版样衣，拆了纸样就能直接上机。江明，你风光不了几天了。老板，这就是名医卖爆的原版样衣，您看，咱们照着这个版型打样，拿货价再比名医低5毛，放去批发市场，摊贩肯定都抢着拿。服装的出厂价本来就低，再便宜5毛，我还挣什么钱？咱们先把江明的客源抢过来，以后就好涨价了。也行，版型照着做。第一批先做500条，3天之内必须出货，放去市场试水。这条线交给你盯着，要是卖不动，你该知道后果。您放心，我亲自盯车间，保证按时出货，一定把江明的客源抢过来。彩色健美裤，管氏服装厂出品，比名医牌健美裤还要便宜5毛。这价真比名医低5毛，版型瞅着倒差不多啊。错不了，管氏服装厂做出来的，跟名医一个模子出来的，拿货价更实在，卖着利润高。我买100条，我买70条，我也买70条。果然不出我所料，只要拿货价比江明便宜，卖出去轻轻松松的。老板，500条彩色健美裤一上午就快抢空了，摊贩们都抢着拿货，热度比预想的还高。一上午就空了，没找托凑数吧？哪能啊，老板，都是实打实的散摊拿货。这些小摊贩只看低价赚差价，哪管什么牌子？我想直接加产2000条，而且我看仓库里有一批囤积的次等布，咱的成本还能更低。趁这股热乎劲儿，把周边摊贩的货源全占了，彻底把名医的市场份额挤下去。次等布做的东西，穿2次就松垮，回头客人骂的可是我管氏的牌子。我们再降5毛，那些摊贩肯定还会买的。现在名医货量紧，正是抢市场的好时候。等他们反应过来，客源早攥咱们手里了。 2000条太多，压手里全是废布。你亲自盯渠道往下铺。我丑话说在前头，这批货要是走不动砸手里，你这个经理就别当了。您放心，我亲自泡在市场盯铺货，保证10天之内清完，铁定把江明的生意挤垮。江老板，实不相瞒，市场上出了同款仿款，拿货价比咱们低1块，不少摊贩都转过去了。您看能不能也降点价？价不能降，1分价钱1分货，咱们价格在这儿，保证的是质量。仿款跟咱们正品始终不是一个东西。董卿记2个方案：第一，后续所有大货裤腰内侧加绣名医专属小标，做防伪区分。好的，明哥。第二，我安排人去周边县城做巡回落地展示，现场试穿给大家看正品版型。等口碑拉开，仿款拼低价也蹦跶不了多久。行，江老板，我听你的。你看
看人家穿上身多精神，只见过摊子上挂着卖的，还没见过穿身上跳的。这版型真利落，可不是吗？前几天我贪便宜买了条同款，软塌塌贴腿上，跟秋裤似的，根本没法往外穿。我们穿的是名医牌健美裤，高弹料子不勒腿，怎么跑跳都不变形。提醒大家一句，咱们名医的正品腰头内侧都绣着名医2个小字标，买的时候认准了，别被低价仿款糊弄了。名医健美裤有红、黄、蓝、绿、紫5个颜色，搭衬衫、搭外套都好看。这名医牌健美裤看着质量是真好啊！这3个姑娘在这跳半小时了，也没见裤子勒腿，还得是正品靠谱，便宜货真不行。人家都把袖标说清楚了，咱们也认准了买。老板，今天又退回来300多条，下边摊贩都说顾客不认，嫌料子软，穿2次就垮，卖不动。算下来，仓库压了1200多条了。1200多条！你当初跟我拍胸脯说10天清完，现在全砸我手里了。老板，再给我点时间，我再往下压价，肯定能压价，再压连布钱都赚不回来。我看你就是嘴上本事大，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个月扣你半个月工资，这批货你想办法处理，处理不完你也别干了。江明，你又坏我好事！柳老板真是女中豪杰啊，生意做得越来越大了。现在整个省城谁不知道拿爆品找柳氏女装？前阵子的汇芳服改良牛仔裤，到现在的彩色健美裤，你这永远是头一批现货，跟着你拿货稳赚不赔，可不是吗？我们下边县城的摊主都催疯了，点名要带名医标的正品健美裤，我今天得多拿200条回去，晚了怕是又抢不上。大家捧场而已，都是老主顾了，货我都给你们留着，认准腰头的袖标，正品有保障，你们卖着也放心。兄弟，跟你打听个人，柳氏女装的柳老板是不是叫柳连翘？是啊，你找他进货啊？对，他的档口在哪儿啊？里边最显眼那间大档口就是，人家生意做得红火，下边县城的货都从他这儿走，现在可是批发上的红人了。多谢啊，兄弟。店里女装款式全，汇芳服、牛仔款、健美裤都有现货，要拿货先报数量，我给你算价。我不是来拿货的，我是来找你的。是你？怎么，才离婚几年，柳老板就不认识我了？赵建军，你怎么找到这儿的？嗨，这有啥难找的？我在老家听回乡的人说，我前妻在省城混成大老板了，开着大档子日进斗金，特意过来沾沾光。有话直说，别绕弯子。你来干什么？也没啥大事儿，只是你现在日子过得滋润，哥这日子过得紧吧，天天连口酒钱都凑不上。你每个月给我点生活费，不多，就500，当接济我了。500块？你好大的脸！当年你婚内出轨，按道理本该净身出户，是我念你当时哭着悔过，才分了你一笔钱。现在想要我按月给你钱，你做梦去吧！柳连翘，你别给脸不要脸！当年那点钱够干什么的？你现在赚得盆满钵满，分我点怎么了？我告诉你，这钱你要是不给，我有的是法子让你这生意做不下去。大家都来评评理啊！柳连翘当年跟我离婚，卷走家里的家底，跑省城来，现在发达了就翻脸不认人。我一个大活人，日子过不下去，找他要口饭吃，他都不肯。你愿意做就做着，我把话放着。我宁愿每月花500块雇2名保安守在门口，也不会给你半分钱。我告诉你，柳连翘，你今天不把钱给我，我就天天坐在你门口，你开门我就来，你关门我才走。
我还要逢人就说你忘恩负义、抛夫弃家。我看谁还敢来你这儿拿货！这男的谁呀？看着一身酒气，吊儿郎当的，不像正经人。真的假的？柳老板在市场做了好几年生意了，人一直挺敞亮的，不像干这种事儿的人啊。我看就是来讹钱的。这年头见人赚钱就上门贴的懒汉多了去了，摆明了看人家是女老板好欺负。大家也都听个明白，这人是我前夫，当年婚内出轨是过错方，离婚时我已经仁至义尽，以后他再来我档口闹事，麻烦各位帮我做个见证。这是咱俩的家务事儿，我就不信你真敢把事儿闹大，真把我逼急了。我天天堵在市场门口，说你卖残次品赚黑心钱，咱们鱼死网破，谁都别好过。你敢来闹一次，我就让人把你嫁出去一次。你再敢满嘴胡话败坏我名声，我直接报警告你寻衅滋事，到时候是拘留还是罚款，咱们公事公办。行，柳连翘你够狠，咱们这笔账我记下了，你给我等着，我早晚让你后悔。让各位看笑话了，不过不影响咱们做生意。想来进货的还来找我柳连翘就行，大家散了吧。正好愁没人手，送上门的刀子不用白不用。兄弟，我刚才在旁边都看见了。柳连翘那娘们儿也太不近人情了，换谁都咽不下这口气。你谁呀？老子事用不着你管。我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跟他柳连翘，还有他背后的老板江明，仇比你还大。我看兄弟你一肚子火气没处撒，走，前面有家小馆子，我请你喝2杯，边喝边唠。我最爱喝酒了，有人请喝酒，不去白不去。兄弟，客气了，那走吧。你是不知道，当年要不是我一时糊涂犯了错，他能拿到钱开起档口。现在倒好，自己发了财就翻脸不认人，我上门要500块生活费都不给，还拿报警吓唬我，这也太欺负人了。他发了财就翻脸不认人，半点旧情都不念，就这么算了也太窝囊了。换我忍不了。可不是嘛，老子咽不下这口气，可他油盐不进，我一时半会儿也拿他没辙。那是你没找对路子，他靠档口的名声，靠下游商贩拿货。要是咱们把他和江明的名声搞臭，没人敢跟他们做生意，他赚不到钱，自然就会乖乖掏钱求你息事宁人。真的假的？就这么干，他就能乖乖给钱？那当然。你想啊，他档口一天流水多少？真要是名声臭了，没人拿货，损失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到时候别说每月500，就是每月1000，他也得痛痛快快给你掏。1000块钱？那可不，而且这事儿成了，我这边额外再给你补一笔辛苦费，往后你喝酒的钱我全包了。怎么样？这买卖稳赚不赔吧？干！这有什么不敢的？你就等着瞧，我保证不出3天，就让全批发市场都传他们的闲话，搞臭他们的名声还不简单？咱们分工来，双管齐下才见效。你就守在批发市场里，专跟拿货的商贩唠，就说能把档口做这么大，全靠跟他卖劣质衣服，俩人合伙坑下游商户的钱。这话好说，我天天泡在茶摊货站边上唠，用不了2天，全市场都得知道。我负责往外头扩散，就说江明和王芳背地里市场里的回扣，等两边谣言一起，他们自然就垮了。高啊，还是你脑子好使。等他们生意垮了，柳连翘那娘们儿求着给我钱都来不及。这事儿办得越隐蔽越好，别让人揪着把柄。等事成了，我答应你的好处1分都不会少。我跟你们说，这可不是我瞎编。柳连翘当初一个外来女人，凭啥江明把健美裤的分销代理权给他？还不是俩人狼狈为奸，卖劣质货。江明有好处，自然先紧着他。难怪呢，我说怎么好货永远先到他档口。那城南厂跟他们合作，是不是也这里头有事儿啊？这我就不好说了。反正啊，人家关系网深着呢，咱们普通人摸不透。简直是胡说八道！刚才邻省2个分销商说听了市场上的闲话，2笔订单要暂缓签约，这摆明了是赵建军那混蛋故意散播的。我找他对质去。不能去，你现在找上门去吵，反倒像被戳中了心事，
坐实了这些谣言，正好遂了他的意。那难道就眼睁睁看着他乱嚼舌根？再传几天，咱们好不容易铺的渠道都得黄了。清者自清，但也不能任由他泼脏水。唐武，你这2天辛苦点，去批发市场盯着赵建军，看看他都跟什么人接触，背后有没有人指使。放心吧，明哥，我肯定盯紧了。他跟谁见面说什么，我都摸清楚。别打草惊蛇，摸清底细再说。这种谣言传得快，凉得也快。只要咱们货没问题，渠道不会轻易散。哎，听说没？咱们跟名医那合作里头好像有门道，可不是吗？好好的几家代工厂不选，偏偏定了江明那家，报价还不低，谁知道背后怎么回事？我知道最近厂里有些闲话，说我跟名医服饰的江老板合作是为了背地里吃回扣。今天我把话放这儿，跟名医的所有合作，从报价、打板到生产结算，每一笔账目财务都有备案，全都是公开透明的。谁有疑问，随时可以去财务室查账。对，所有单据都齐全，随时可以查。合作是为了厂里的效益，不是为了那些捕风捉影的闲话。生产和质检该怎么抓怎么抓，别让闲话耽误了正事儿。谁要是再跟着乱传，耽误了订单，直接按常规处理。周哥，你就放心吧，我这2天天天泡在茶摊唠。现在全市场都在传柳连翘卖劣质货，好几个小贩都跟我说，先不拿货了，要观望观望。干得不错，这才刚开始，你接着加把火，再往外传传，就说他们俩合伙坑商户的货款，专拿次等部当好货卖。没问题，包在我身上。等再过2天，我保管没人敢跟他们拿货，到时候柳连翘那娘们儿肯定得哭着来求我。这是先给你的零花，拿去打酒喝，等这事儿成了，答应你的好处1分都不会少。哎，谢谢周哥，我肯定好好干，绝不给你掉链子。原来是周阳在背后搞鬼。明哥、刘姐，查着了，我今天看见赵建军跟周阳在巷口小饭馆碰头喝酒，俩人唠了好半天。周阳，难怪赵建军平白无故敢这么闹，原来是他在背后撺掇的。果然是他，丢了工作还不死心，就会玩这些上不了台面的阴招。既然知道是谁在搞鬼，那就好办了。他想靠谣言搞垮咱们，咱们就给他来个釜底抽薪。怎么个釜底抽薪法？你说，我们都听你的。对，明哥你就发话，是去堵他还是怎么着？我都干。堵人吵架没用，反倒落人口实。我估摸着，周阳现在投靠了管氏服装厂，他散布谣言不只是泄私愤，更是想搅黄咱们的客源，搞坏咱们的口碑，好给管氏的货铺路。我说他怎么费这么大劲儿，原来是打的这个主意。那咱们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乱传吧？当然不能，但咱们不跟他打口水仗，越辩解谣言传得越凶。我打算走2条路破局。第一条，唐武你接着盯赵建军，想办法录下他散播谣言的原话，再找几个常去茶摊的商贩当证人，把录音和证词都收集齐了，留作报警的证据。第2条，我已经联系了电视台的经济民生栏目，他们最近在做个体户创业专题，我想把咱们从摆地摊到开门店的来龙去脉说清楚，光明正大回应所有传闻。高啊，明哥，上电视说清楚，全省城都能看着，比咱们跟他掰扯100句都管用。对，身正不怕影子斜，咱们正大光明做节目，谣言自然不攻自破。张老板，市场上最近那些闲话，我也不跟你绕弯子，就是有人故意造谣泼脏水。咱们合作快1年了，我柳连翘是什么人，货是什么品质，你心里应该有数。嗨，柳老板啊，我正想给你打电话说这事儿呢。市场上那点闲话我根本没往心里去，跟你合作这么久，你做事敞亮，货也从来没出过岔子，我还能信不过你？
多谢张老板信任，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我这边货都备齐了，品质跟之前一模一样，绝对不耽误你卖。那必须的，我之前订的那批彩色健美裤，你该发就发，我这边还等着补货价呢。行，那批彩色健美裤我明天就让人发过去，版型质量保准跟之前分毫不差。李老板，是我柳连翘，给你打个电话就是跟你交个底。最近市场上的闲话别往心里过，都是没影的事儿。我就知道你会来电话，放心吧，我做了这么多年生意，什么人没见过？那些捕风捉影的话我不信。嗨，没事儿，我就是怕你听了犯嘀咕。你放心拿货就行，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行，我心里有数。过2天我还得去省城补货，到时候当面聊。好，下次见面咱们再细聊。怎么样？老客户那边反应如何？都挺痛快的，说跟我合作这么久，信得过我的人品，不会信那些捕风捉影的闲话。有2个老大哥还说帮我在当地圈子里澄清，省得下面的小贩瞎嘀咕。明哥、刘姐，成了！我今天在茶摊蹲了一上午，赵建军那小子没提防，散播谣言的原话全被我录下来了。还有3个常去茶摊的商贩都愿意给咱们作证，说这话就是从赵建军嘴里传出来的，跟周阳脱不了干系。干得好！有了录音和人证，真要走报警那一步，咱们也有凭有据。辛苦了，证据先收好，咱们先等电视台的消息，能靠正面回应解决最好。要是他还不知收敛，再走法律途径也不迟。喂，你好，我是江明，是经济民生栏目组对吧？行，那咱们明天上午10点在店里碰面。好，没问题。好，明天见。怎么样？栏目组怎么说？他们对选题很感兴趣，约了明天上午过来面谈。这一局咱们稳赢。江老板，我们对您从路边地摊做到实体门店的创业经历特别感兴趣，另外还需要您正面回应近期市场上的不实传闻，顺便也可以出镜展示你们的主打产品。没问题，创业经历和传闻我们都可以敞开来谈，产品也随时可以配合镜头展示。我们的彩色健美裤、改良牛仔裤都是主打款，版型和做工都经得起镜头拍。行，那咱们就定在3天后正式录制，到时候我们带全套机器过来，拍完剪好就安排晚间黄金档播出，覆盖全省城的观众。好，那就辛苦你们了，我们这边提前把资料和样品都准备妥当。这下好了，等节目一播，那些谣言自然就不攻自破了。不过也别掉以轻心，周阳那边吃了亏，估计不会善罢甘休。江老板，我听说咱们要上电视采访啊，到时候还要我穿着健美裤出镜展示吗？对，会有一小段产品展示。怎么，紧张了？有点儿。我从来没上过电视，怕到时候动作僵了，反而给咱们产品拖后腿。放宽心，就跟你平时在集市、文化宫展示一样，自然大方就行。镜头拍的就是最真实的上身效果，不用刻意演。行，那我回去再把动作顺2遍，保证到时候不拖后腿。我也没想到啊，传了这么多天闲话，非但没搞垮他们，反倒好多人特意打听名医的店，反而更出名了。没用的东西，光传几句闲话有什么用？不痛不痒的，人家根本没当回事儿。那咋办啊？再传下去没人信了啊！光靠嘴说没用，就得闹到他门面门口去。你明天直接去名医服饰正门骂街，把动静闹得越大越好，让过路的都围过来看，我看他生意还怎么做。别呀，周哥，那店在正街面上，人来人往的，真闹大了，警察来了咋办？我可不去。怕什么？
你就坐门口哭，说他们坑你货款，卖残次品骗钱。警察来了也只能当民事纠纷调解。事成之后，我给你加钱，之前答应你的好处直接翻1倍。行，翻1倍是吧？我干！明天一早就去，保证给他闹得鸡犬不宁。王八蛋江老板坑钱又坑货啊，赚的全是黑心钱。大家都来看看啊！名医服饰这帮人，看着人模狗样的，背地里专干坑蒙拐骗的勾当，赚黑心钱，欺负我们小老百姓，简直不是东西。真的假的？这家店看着挺正规的。谁知道呢？先听听怎么说。明哥，你别拦我！这混蛋都堵到门口骂街了，还跟他废什么话？动手没用，反倒落他口实。他想把事儿闹大，咱们就当着所有人的面把话说清楚。各位街坊，大家安静一下。这位先生说我们店坑蒙拐骗，赚黑心钱。我想当面问一句，我们是拿了你的钱不给货，还是怎么的？你把证据拿出来，咱们当场对质。要什么证据？你们干了缺德事儿还怕人说？我就是知道你们心黑，拿不出证据就是公然诽谤。我不妨告诉你，刚才我们已经报警了。等警察来了，咱们就当着警察的面说清楚，你这些话到底有什么凭据？合着没证据啊？没证据就堵人家门口骂街，这不是纯纯耍无赖吗？就是啊，人家好好开店的，平白无故被堵门骂，换谁受得了？是谁报的警？什么情况？警察同志，是我报的警。这位先生无故堵在我店门口造谣诽谤，败坏我们店铺名誉。我们有录音和人证可以证明。你说人家坑你骗你，有相关证据吗？没有。没有证据就当众损坏他人名誉，已经涉嫌寻衅滋事。这次先口头警告，立刻离开这里，不准再过来闹事儿，再犯我们就依法处理了。让大家看笑话了。关于近期的不实传闻，我们已经联系了经济民生栏目，3天后会回复所有传闻，也会公开我们的经营流程和产品品质。欢迎大家到时监督。行，到时候我们肯定看，身正不怕影子斜，就该这么办。废物，真是个没用的废物，这点小事都办砸了，还把警察招来了。靠赵建军这个烂泥扶不上墙的东西成不了事儿。哼，录制当天人多眼杂，正好给江明添点乱。我倒要看看，等他店门口出了乱子，这采访还怎么顺顺利利录下去。都核对好了，可别落下什么关键单据。上电视讲究的就是个实打实。放心吧，从第一笔汇芳服的进货单，到最近健美裤的质检报告，全在这儿了，一笔一笔都清清楚楚。苏曼他们呢？展示动作练得怎么样了？在里间对着镜子练呢。3个人抠了一上午出场顺序和站位，就怕镜头里不好看。喂，您好，城南厂王芳。您好，王总，我们是经济民生栏目组。经济民生栏目组，您好，您好。我们邀请了名医服饰的江老板参加采访，内容里涉及到贵厂和他们的长期代工合作。我们也想邀请您出镜，简单说明一下合作细节，帮观众更全面的了解整件事。核实我们和名医服饰的合作情况啊？没问题，我正想借这个机会把事情说清楚，清者自清，我愿意配合出镜说明。太感谢您的支持了，如果您方便的话，也可以带上相关的合作凭证，
我们镜头里也能更直观地展示合作流程。您看录制当天，您这边时间方便吗？可以，所有流程全是公开透明的，经得起查。行，那咱们录制当天见。王主管，您愿意出镜太好了，正好把那些捕风捉影的闲话都戳破。身正不怕影子斜。你去财务室把和名医合作以来的所有台账都整理出来，录制当天咱们一起过去。合作是光明正大的事，没什么不能说的。姜老板您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之前听您的创业经历特别有感触，一会儿咱们放松聊就行。麻烦您了，我就说说自己的真实经历，有什么您问就行。姜老板，听说您是从路边摆地摊做起，短短1年多就开出了自己的实体门店，能跟我们说说最开始的经历吗？说起来也简单，去年我刚从工地出来，手里没多少钱，就看准了当时热播剧的同款汇芳服，批了60件去劳动考场摆摊。60件货起步，从路边摊做起，想想都不容易。那时候刚入行，同行摊贩也多，您是怎么在竞争里留住第一批客人的呢？那时候没经验，就想着靠实在价格和好料子留住客人。卖完汇芳服又赶上牛仔风潮，后来又做了彩色健美裤，一步一步慢慢攒下了本钱，才开了这家名医服饰。从摆地摊到开实体门店，短短1年就能站稳脚跟，这个发展速度确实难得。那在这个过程里，您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比较棘手的阻碍？中间也遇到过跟风房款，有人搅局，不过只要货的品质过硬，做生意讲诚信，客人终究是认的。其实我们也注意到，最近市场上流传着一些关于您个人还有您和合作方的不实传闻。首先，有传言说您和柳氏女装的老板合伙卖劣质货，所以您把名医牌健美裤的分销代理权都给了柳老板。针对这条谣言，您有什么想说的？我和柳老板是正规的生意合作伙伴，之所以把独家分销代理权给柳老板，是因为他是我创业路上的第一个贵人，没有他赊账给我，就没有我的今天。那您刚听到这些谣言的时候，心里有什么想法？女性想把事业做扎实，本来就比别人要多付出几倍心血，可有些人随便造几句谣，就想把别人踏踏实实熬出来的成绩全抹掉，这对认真做事的人太不公平。您说的很实在，刚好今天我们也把您的分销合作伙伴请到了现场，咱们也听听他的说法。柳老板您好，欢迎来到现场。您和姜老板合作这么久，最开始是怎么认识的？最开始他刚打算摆地摊来我档口批货，手里钱不够，要赊账。我破例给他赊了货，结果人家当天就卖完，回来结了全款，比很多老商贩都靠谱。那您觉得为什么外界会传播起你们的谣言？我们一直长期合作，他出新款、定版型，我做批发市场的分销，每笔账都算得明明白白。外面传那些乱七八糟的闲话，纯是眼红生意好，故意泼脏水。那面对这些谣言，您心里是什么感受？刚开始确实气，我一个女人从老家来省城打拼，从1米宽的小摊位做到现在的大档口，熬了多少个通宵，受了多少委屈，只有自己知道。那你有没有什么相对电视机外的观众说的？身正不怕影子斜，我们做正经生意的，货硬人正，谣言传得再凶也长不了。除了分销合作伙伴，城南服装厂的主管王芳女士今天也来到了现场，为我们说明工厂和名医服饰的合作细节。感谢3位的说明，相信观众朋友们心里也都有数了。接下来咱们也看看名医服饰的主打产品到底是什么样的款式能这么受大家欢迎。今天听了您的创业故事，也澄清了不实传闻，相信很多观众都很有收获。这期节目今晚8点就在本台黄金档播出，也祝名医复品生意越来越好。谢谢栏目组，也谢谢大家的关注。
我们以后也会踏踏实实做货，本本分分做生意，不辜负大家的信任。你看人家这小伙子，从工地摆地摊做起，一步步把店开起来，多踏实啊！这彩色裤子看着也精神，明天我也去店里瞅瞅。可不是嘛，人家货真价实的，比那些背地里传闲话的靠谱多了。妈，我也要那条红色的，我们班同学都在找这款呢。原来是名医的牌子，我说最近怎么总有人问彩色健美裤？明天一早就去批发市场找他们拿货，晚了估计又抢不上。这颜色是挺亮的，挂门口肯定喜家。咱们多拿几个色号，红、黄、蓝3色各拿30条，先摆上再说。能上电视台的牌子差不了。名医彩色健美裤，姜老板，柳连霄看电视有付费后的。我就说柳连桥做事敞亮，哪能是传的那样？这姜老板也是个干实事的人，合作靠谱。明天一早就把订单敲定了，多订200条，省得回头又断货。就是这款，版型看着就显腿直，给我拿2条，我跟我闺女一人1条。明哥，太火了！开门不到半小时，光零售就卖了80多条，好多人都是看完电视特意找来的。别慌，盯好尺码和库存，顾客有问题耐心解答。明哥，算完了，一上午零售加批发顶得上之前3天的量。之前暂缓的2笔省外订单也刚打来电话，说直接敲定签约，总量比之前还多了30%。算下来，今天的销量比之前翻了1倍还多。那些谣言根本不用咱们多说，节目一播，全部工字破了。我就说节目一播准管用。我来的时候，沿路都听见人聊咱们的节目，没人再扯那些闲话了。柳老板，节目我们都看了，我们都知道你跟姜老板是正经合作，之前那些闲话都是瞎传的，我们可都不信那个。柳老板，我想补点彩色健美裤，之前拿的都卖空了，你这还有现货不？给我留50条。总算清静了，踏踏实实做生意，比什么都强。这些证据我们都收下了。对方多次散播不实言论，恶意损毁他人名誉，还上门寻衅滋事，已经违反了治安管理规定。我们会尽快传唤当事人核实情况，按规定处理。麻烦你们了，我们也是想走正规途径解决，不想让造谣生事的人逍遥法外，也给其他正经做生意的人提个醒。放心吧，我们会依法办理，有处理结果了会第一时间通知你。谁呀？大中午的吵什么吵？赵建军，我们是派出所的，现因你涉嫌在公共场合捏造事实、诽谤他人，依法传唤你，配合调查，请跟我们走一趟。警察同志，我就是随口跟人唠2句闲话，不至于这么严重吧？随口唠2句，我们有完整的证人证词、现场录音，还有你多次上门寻衅滋事的记录，是不是闲话？到所里慢慢说清。都是周阳让我干的，是他主动找我，请我喝酒，说给我好处费，让我去市场，
传江明和柳勘敲的闲话，后来又逼我去店门口闹事儿。我没拿多少钱，主意全是他出的呀。警察同志，你们这是找我有什么事儿吗？周阳，我们是派出所的，你涉嫌指使他人捏造事实、诽谤他人、寻衅滋事，现依法传唤你到派出所接受调查。诽谤？警察同志，你们肯定搞错了，那些闲话全是赵建军自己瞎传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根本不知情。赵建军已经全部招供，承认是你出钱指使他散播谣言，上门滋事。我们还有你们私下碰头商量诬陷的录音。你说不知情，这怎么解释？另外，我们核查你的资产时发现，你尚欠城南服装厂3万元挪用货款未归还，这笔债务会同步追缴，不会因为治安处罚就一笔勾销。都打听清楚了，周阳真因为造谣被警察带走了。打听清楚了，老板，人刚被带走，证据很全，跑不掉的。这个丧门星，当初就不该招他进来，本事没多少，惹祸的本事一个顶俩。现在倒好，把麻烦引到咱们厂头上了。你现在就去发内部通告，就说周阳早就因为工作严重失职被厂里开除了，他在外头的所有私事都跟管事服装厂没有半点关系，别让他的破事坏了咱们厂的名声。好的，老板，我这就去办。明哥，派出所来电话了，赵建军和周阳都定案了，证据确凿，跑不掉，该处罚处罚，欠城南厂的3万块钱也得足额还。总算是落定了，折腾了这么久，总算有个公道结果，我心里这块石头也能彻底放下了。造谣的人该担的责任跑不掉，这件事儿也算画这个句号了。何止是画句号啊！现在不光省城，周边好几个县城都知道咱们名医服饰了，好多外地分销商都托人打听拿货渠道，咱们的名气都传遍全省了。是啊，这2天来店里找健美裤的客人越来越多，好多人都是特意冲着咱们牌子来的，说信得过咱们的品质。风波过去了是好事，但也别松懈，名气越大，越要把货的品质盯紧，踏踏实往前走，路才能走得长远。明哥，这阵子省外订单翻了倍，好多合作方都要签正式合同，个体户的身份签大额合同走公账都不方便，好多手续卡着走不通。确实，昨天去税务所开票，人家说咱们现在的体量早该注册公司正规化了，再往后业务越大越麻烦。我也正想说这事儿，订单量上来了，个体户撑不住，咱们干脆正式注册公司，就叫名医服装有限公司，以后签合同走渠道都名正言顺。苏曼，有件事想跟你商量，公司马上注册下来，我想正式请你加入，担任展演部负责人。王玲和张豪也一起签进来，以后所有新品发布、线下巡展活动，全交给你们团队负责。展演部负责人，我能行吗？怎么不行？从文化宫到县城巡展，哪次不是你带着大家撑起来的？以后团队扩张、动作编排都归你管，薪资按部门负责人算，还有业绩提成。曼姐，这多好啊！以后咱们就是正经的品牌展示团队了。对啊，苏曼姐，咱们跟着你干，肯定错不了。行，我答应你，以后展演的事儿你放心，我肯定带团队做好，不拖公司后腿。
怎么样，够宽敞吧？旁边2间铺面我都盘下来了，以后品类能摆得更全，下游商户来拿货也不用挤着了。规模一扩，批发量至少能涨3成。等公司执照下来，咱们就签正式的分销协议，以后新品优先给你这边铺货。行，就等你这句话。你只管盯产品和生产，渠道这边交给我，保准给你铺到周边每个县城。从今天起，咱们就是正规军了。以后步子迈得更稳，生意肯定越做越大。都往我这儿看，我给你们拍张合影，留个纪念。前后改了3版，肩线收了半寸，不压个子，腰身做了微收，正式但不古板，日常上班、出门逛街都能穿。宣传画报都拍好了，3个颜色各一组，贴在门店和分销档口，隔着半条街就能看见。首场发布秀的场地也布置完了，就在门店前厅。明哥，通知的分销商全到了，还有2家商场的采购主动找上门，说想看看秋冬新款的版型，都安排到前排坐，等会儿秀走完直接对接订货。这版型真精神，比市面上那些宽垮的老气西装强多了，上班穿正好。料子也厚实，正赶上秋冬上货，等会儿得多订点。姜老板，黑色藏青，各给我来250套，凑500套。我要400套，灰色多配点，县城里上班的都爱穿这个色儿。姜老板，我们商场想引进你们的秋冬款，先订300套试卖，后续卖得好再加单。明哥，首单算下来，一共订出2200多套。这阵子名医的订单持续暴涨，加上其他合作客户的货，现有车间已经排满，订单都压到2个月后了。再不想办法扩产能，后面的单子根本接不住。你的意思是扩建新车间，再引进一批新生产设备？对，新车间建起来，产能至少能翻1倍，不光能接住名医的长期订单，还能再接些省外的代工单，效益能往上提一大截。行，就按你说的来，经费我来批，新车间的事儿全交给你盯着。咱们城南厂也该往上迈一步了。王总，地基就按这个线打，保证宽度够放新设备。工期盯紧点儿，设备半个月后就到，得赶在那之前把主体框架弄好。没问题，王总。新车间一投产，产能直接翻了1倍，咱们厂现在也算省城头部的服装大厂了。这阵子你盯工地、盯设备，没少费心。厂里正式决定，提拔你为副厂长，生产、品控、供应链全归你管。你的能力我放心，好好干。谢谢哥信任，我肯定把好每一道关，不辜负厂里的期待。王副厂长，下游合作商听说咱们扩了产能，都打电话来追加订单，排期都排到年后了。原来的煤渣吸附工艺处理能力不够，新加的这2级沉淀池，必须确保每一批排放的水都完全达标，不能有半点含糊。王副厂长放心，刚测过的，各项指标都符合标准，比之前的处理效果好太多。做实业不能赚黑心钱，环保这根弦什么时候都不能松，该投的钱不能省，真出了问题，赔进去的不只是钱，还有厂子的名声。老板，这个月的工人工资快凑不齐了，
仓库里的货半点走不动，再压下去，怕是连布料钱都收不回来。一群废物！同样的款式，人家城南厂赚得盆满钵满，咱们的货就堆着发霉。下游摊贩都认名医的标，咱们的仿款料子差，版型歪，人家拿过一次卖不动，就再也不肯拿货了。催，去给渠道那边催，卖不动也得给我想办法推，总不能全砸在手里。城南厂扩建新车间，王芳还当上副厂长了，凭什么？他们倒好，产能翻倍，风光无限，老子这边连工资都快发不出来了。明哥，省里首届服装展销会的通知下来了，咱们的展位申请已经通过，在主管入口附近，是全场人流量最集中的位置。这可是打开全省名气的好机会，只要新款能打响，省内各项市的渠道一下就能铺开。我准备了2款主打，一款牛仔套装，外套做微收腰，配同色系直筒裤，日常通勤都能穿；另一款是针织毛衣，领口加细密角花纹路，贴身穿不扎人，是秋冬刚需款。这2款你先安排打击全色样，等展销会一亮相，直接就能接批量订单。行，我回头就跟城南厂对接，让他们提前备料，保证展销会现货和后续大货都能跟上。展位总算拿下来了，在哪个位置？在副馆角落，位置不算好，但好歹能进场。角落就角落，正好把仓库积压的房款全拉过去，半价往外卖，最后搏一把，能清多少是多少。还有江明他们的展位在哪儿？主管的入口。什么？凭什么江明和王芳越做越大？城南厂扩车间，名义开公司，连展销会都能占主管的好位置。我倒要看看他们能风光多久。老板，那库存的货什么时候拉去展馆？提前1天拉过去，价格标低点，能回多少本算多少。城南厂新增那么大的生产线，备水肯定不少。我倒要看看你们是不是真的干干净净。把这封信亲自寄到市环保局，走普通平信，别留名头。好的，老板，我这就去办。我给城南服装厂偷排工业污水，污染河道，写得有鼻子有眼儿。我倒要看看，展销会前挨这么一下，还怎么风光。同志，你们这是？我们是市环保局执法队的，接到群众举报，你们厂涉嫌偷排工业污水，现在进行突击检查，请配合。我是副厂长王芳，厂里的生产和环保都由我分管，我们的环保设备和流程全是按标准走的，一定全力配合检查。这是近3个月的设备运行台账，每天的启停时间、吸附材料更换周期都有登记。2级沉淀池是新车间投产前加装的双重处理工艺。水样我们带回局里检测，运行记录复印1份带走。大家都回到岗位上，该干活干活。咱们设备合规，流程规范，身正不怕影子斜，没什么可慌的。
我一接到消息就赶过来了。环保局突击检查，没出什么岔子吧？有人举报咱们偷排污水，刚取了水样，运行记录也复印走了，设备和工艺全是合规的，我心里有数。早不举报，晚不举报，偏偏赶在展销会开幕前，摆明了是想搅黄咱们的参展计划。检测结果3天后才能出来。结果出来了，各项指标全符合国家标准，煤渣吸附加2级沉淀的工艺完全合规，举报内容全部不实。我就知道没问题，就是这举报来的太刻意，摆明了是冲着咱们来的。我捋了一圈，跟咱们有过节又盼着城南厂垮的，也就只有管事的管老板了。我之前跑下游市场，听河道周边的住户抱怨过，说管市场后边的河水总飘着怪味，说不定他们自己才是偷排的那个。你的意思是，咱们反过来摸摸他们的底？对，总不能平白挨这一下，真有问题，也该让他们承担该有的后果。蹲了2天，可算逮着实锤了。管老板自己偷排污水，还敢反咬别人一口，这回看你怎么抵赖。等城南厂一被查封，他们的客户肯定得另找厂子代工。咱们趁这时候把产能提一提，报价往上浮一成，照样有人抢着来。老板，您这步棋太高了。等城南厂倒了，省城这块的服装代工可不就剩咱们一家独大了吗？哼！王芳那女人跟我斗，还嫩了点儿。等展销会一开，她连参展资格都没有。客户全得跑到咱们这儿来。慌慌张张跑什么？天塌下来了，没点规矩！老板，不好了，市环保局的人来了，直接往后院污水处理区去了，说是突击检查。什么？怎么会查到咱们头上来？快跟我去看看！同志，这是怎么了？我们厂一直合规经营啊，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接到10名举报，你厂涉嫌私设暗管偷排污水，现在依法突击检查，请配合。队长，现场取样了，初步判断多项指标严重超标。不就排点洗不掉的水吗？同行都这么排，凭啥就查我们？同行都这么排，这是你厂偷排的证据，还有周边住户的证词。是不是都这么排？我们会逐一核查，但你厂的问题先算清楚。完蛋了！经现场核查，你厂私设暗管偷排生产废水，水样检测多项指标严重超标，现责令立即停产整改，相关处罚后续会正式下达。你本人也要配合进一步调查。完了，这下还拿什么去跟城南厂斗？王副厂长，管事偷排被查的事儿我们都听说了，对比下来还是你们厂合规靠谱，跟你们合作我们放心。我们想把明年的春夏订单都放你们这儿。是啊，环保合规是底线，城南厂产控和产能都跟得上，我们愿意长期合作。多谢2位信任，合规经营本来就是我们该做的，后续生产和品控我们肯定盯紧，绝不耽误交货。等展销会结束，咱们可以坐下来细谈具体订单细节，
新款的版型我们也可以同步对接。这就是名医服饰，版型看着确实比别家精神，难怪最近名气这么大。这款牛仔套装给我拿份资料，我想谈地势分销的事儿。这款复古牛仔套装做了微收腰设计，不挑身形，日常通勤都能穿。旁边的针织毛衣用的是混纺纱线，贴身穿不扎人，保暖性也够。江老板，我是邻省做服装批发的，你们这几款秋冬款，版型正，颜色亮，回去肯定好卖。我先订800套，牛仔和毛衣各一半。各位放心，订单按签约顺序排产，保证按时发货。签长期合作的话，拿货价还能再让一点。王副厂长，你们厂的做工确实扎实，环保也合规。我们公司明年的春夏系列代工，想跟你们深入谈谈。是啊，之前管事出了偷排的事儿，我们找代工厂最看重合规这一块。你们城南厂产能足，品控稳，合作起来放心。多谢各位认可，具体的代工周期报价咱们到里边坐下来细聊，我们可以根据各位的需求定制生产方案。班长，这都停产快1周了，这个月的工资还没影呢，家里孩子等着交学费，老人还抓着药，实在拖不起啊。是啊，班长，之前好歹还能干活拿工钱，现在厂子停了，老板连面都不露，总不能就这么耗着吧？我找老板好几次了，每次都说再等等，说等凑到钱就发。光等也不是办法呀，要不咱们一起去办公室堵他，总得给咱们个准话。行，我带几个人过去找他，今天必须问出个结果来。老板，老板您在里面吗？我们过来问问工资的事儿。管老板，您要是在里面就吱一声，大伙儿都等着工资过日子呢。不会是不在吧？可昨天还看见他车停在院子里呢。不对劲儿，都让让！坏了，老板卷着剩下的钱跑了。他就这么跑了，那我们的工资怎么办？辛辛苦苦干了大半个月，难道就白干了？就后院仓库里堆得满满当当的滞销房款，卖都卖不出去，顶什么用啊？这叫什么事儿啊？厂子黄了，老板跑了，我们可怎么办啊？妈，怎么了？小明啊，妈跟你说个事儿，咱们县城这阵子新开了好几家成衣店，款式多还便宜。你爸那老裁缝铺生意一天比一天淡，上门做衣服的人越来越少。你爸那人你也知道，死脑筋，不肯改路子，天天守着空铺子跟自己较劲，饭都吃不下几口。我劝他，他也不听，就想问问你有没有啥主意。妈，你别着急，别跟我爸置气，身子要紧。我这边展销会一结束就回老家一趟，回去看看情况，总能想出办法的。你能回来就好，回来咱们慢慢商量。你在外头忙正事也别太累，饭按时吃。家里的事儿都打听清楚了，什么时候动身？明天一早就走，回去看看我爸的裁缝铺，估计得待个2、3天。厂里和订单的事儿
就得多劳你盯着点儿。好，这个你不用担心。还有件事儿，这次展销会订单翻了倍，后续品控得再往上提一个台阶。我想招一批有裁缝基础的熟手，专门盯成衣走线、锁边和收尾的细节，把整体做工再打磨打磨。这个主意不错，咱们口碑打起来了，也确实该注意更多的细节。有急事打我大哥大就行。可算回来了，路上累坏了吧？我炖了汤，等会儿就盛给你。好。爸，我回来看看你们。工地的活辞了？我听你妈说，你在省城摆地摊倒腾衣服。是，现在生意做顺了，还开了门店，比在工地赚得多。放着正经手艺不学，倒去做倒买倒卖的事儿，赚快钱能长久。裁缝是一辈子的手艺，走到哪儿都饿不死。你倒好，偏去走歪路。爸，我这是靠自己的能力赚钱，不是歪门邪道。你别说那么多，趁现在还没陷太深，把省城的摊子收了，回铺子里跟着我学裁缝，踏踏实实接手艺，比什么都强。爸，时代不一样了，成衣是大势所趋，光靠守着铺子做定制，客源只会越来越少。什么大势所趋？我做了30年裁缝，还能错了？你要是敢再去倒腾那些衣服，就别认我这个爹。生意不好做，款式都是从省城批的，但年轻人嫌老气，上年纪的嫌贵，一天卖不出几件。现在都买现成衣服，谁还来做新的？是啊，顾客少得很，也就补个裤脚改个腰，赚的钱够买米就不错了。县城里款式旧，货源少，老手艺人没活干，小商户拿不到好货，正好可以两头对接，带老手艺人转型做工，帮小商户对接稳定货源。爸，这钱你拿着，买点好吃的，别总舍不得花。铺子要是累就少接点活，别硬撑。我自己有手艺能赚钱，不用你的钱。你在外头打拼不容易，钱留着自己用，别在外头受了委屈硬扛。在外头别总硬撑，要是哪天累了不顺心了，就回家啊，家里永远有你一口饭吃。妈，我寄给你们的钱你们没花，全都攒起来了。傻孩子，我们在家有吃有喝的，不用你贴补。妈，你放心，我在那边挺好的，你跟我爸多注意身体，我有空就回来看你们。这钱我先帮爸妈存着，爸妈老是担心我过不好，看来有时间得让他们来省城一趟了。往后半个月，从基础缝纫、熨烫定型，到简单的版型调整、穿搭搭配，我们都会教。学好了，可以留在城南厂做工，也可以自己接单做活。我负责教大家穿搭和成品展示技巧。以后想做门店销售、市集摆摊都能用得上。大家有不懂的随时问，咱们手把手教。老姜，你家江明托我给你带个话，他在省城办了个免费的服装技能班，想请你过去当客座师傅，专门教裁片和精做手艺，薪资开的不低，还管吃住。不去，给个倒买打卖的成衣贩子讲课，我丢不起那人。我这手艺
是给正经做衣服的人传的，不是给他撑场面的。你看你急什么？我就是传个话，你再想想。你去找街口老张媳妇问问，他侄女不是去省城那个班了吗？问问都教些啥？真有人学完能进厂拿工资？行，我下午就去问。等过阵子铺子闲了，我得亲自去省城看看儿子的生意，也看看那个培训班到底是什么样子。王副厂长，这批货的裁片对位还是差一点，年轻车工没经验，弧线处的针脚时密时疏，品控卡了快1/3返工了。光靠返工不是办法，既耽误工期又浪费料子。要是有几个老师傅带一带就好了。老裁缝对裁片走线的手感，年轻人学个3、5年都未必赶得上。可现在老师傅要么自己开铺子，要么早就退休了，不好找。高端订单对细节要求高，没有老师傅压阵，品控始终上不去。你也帮着留意着，有手艺扎实的老裁缝愿意进厂的，薪资待遇都可以谈。妈，你怎么来了？这不听说你三姨的儿子的女朋友的弟弟结婚了，我顺道过来看看，顺便绕过来瞧瞧你。我有三姨吗？我还以为就是个小摊子，没想到都这么大场面了。什么顺道？你肯定是特意来的。累坏了吧？先去后边沙发上坐着歇歇。儿子的生意做得正正规规，不是你说的什么倒买倒卖，而且生意很好。我现在用的儿子的大哥大打的电话，店里的衣服做工都扎实，针脚走线不比裁缝铺差。真的假的？别被这小子糊弄了。真的。他还办了免费的技能班，教那些没活干的女人学裁缝手艺，学好了能进厂拿工资，是积德的好事儿。知道了，好不好的不是1天2天能看出来的，再看看。街口又开了2家便宜成衣店，10块钱一件褂子，比咱们做手工的便宜1半。你那几个老主顾，昨儿我都看见人家拎着成衣从店里出来了。便宜没好货，料子薄的跟纸似的，穿2月就破。话是这么说，可架不住人家便宜啊！你这都3天没开张了，总这么耗着也不是事儿。我收拾收拾，去趟省城。你们家卖的什么破烂货？我才买回去穿了1天，裤腰就开线了。这就是你们名义的做工，骗钱的是吧？这位大哥，你是不是记错了？我们家裤子腰头都有绣标，你这条没有啊？什么没有？我就在你们家买的，怎么卖出去就不认账了？你们家做工差还不让人说了？爸，你怎么来了？我儿子从小在我跟前耳濡目染，不会卖做工差的衣服。你谁呀？你们家卖残次品，还想仗着人多耍赖？裁片左右歪了2分，裤腰拧着劲儿，正经裁缝不会犯这种低级错。线系1公分不到3针，松垮的一扯就开。面料掺了3层化纤，摸着发滑没筋骨。
就这手艺也敢来碰瓷我们家的货？老爷子好手艺啊，一眼就看出3处毛病，改的也太齐整了。谁不知道名医家的衣服都有绣标？哼，这人是来讹人的吧？哼，拿条破裤子就想碰瓷儿，也太不讲究了。江叔，你也太厉害了！要不是您来，今天这事儿还得费半天口舌。做了30年裁缝，料子好坏、手艺到不到家，一眼就能瞅出来。爸，您这手艺搁哪儿都吃香，您要是愿意，就留下来吧。现在厂里和店里最缺您这样懂工艺的老师傅，专门帮着把控成衣的裁片和走线，把品控再往上提一个台阶。这斜纹布顺着经项排，既费料又容易穿变形，斜裁45度对齐布纹，不仅省3寸布，做出来的裤子还不容易起鼓包。一直都是这么排的，也没见人说不对啊。你照着这个排，算下来一匹布能多裁2条裤子，上身后腰更贴，腿更顺。还真是，之前总说牛仔款废料，原来是排料和纸样没抠到位。压脚往左偏半厘，侧缝走线顺着布纹走，就不会总出现歪线起皱的问题。现在这批货10件里有3件侧缝不直，发到客户手里就是退货。江叔这手艺真是压箱底的宝贝，我当场拍板，请江叔做厂里的技术总顾问，全生产线的版型把控、工艺升级全归他管，薪资按资深技术岗最高标准算。爸，您就留下来帮帮我们吧。行，我就先试试，能不能成，还得看出货效果。王副厂长，江顾问来了之后，裁片浪费率降了1成多，走线不齐、版型不合身的退货直接降了快7成。好多下游客商都反馈，最近这批货做工比之前扎实太多了。我就知道江叔出手肯定不一样。名医服饰旗舰店开业啦！你看，儿子干的不比你差吧？也就还行，做工还得再盯紧点。忙活一天了，多吃点儿。今天开业这么红火，真是没想到。今天开业，喝一口，好好干。做衣服得对得起手里的针脚，对得起买衣服的人。别偷工减料，别糊弄人。我记住了，爸。老周，是我手艺。我在省城城南服装厂做技术顾问，这边缺几个懂精做的老手。你跟老郑要是在家没活干，就过来搭把手，薪资比在家接散活高一截，管吃住。爸，都联系妥了。嗯，6个老同行，2徒弟，都是做了20-30年裁缝的老手，手艺靠得住。过2天就到，到时候直接安排到关键工序上。那就太好了，薪资都按最高技术岗算，住宿也安排厂子里的单间，不能亏待了老师傅们。李爷，这批吊牌放哪儿？下边那层跟上次的包装袋挨一块儿，你歇会儿，
中午炖了排骨，多吃点。李姨，您这炖肉的手艺也太好了，我最近都吃胖2斤了。你们天天跑前跑后费力气，就得吃点好的补补。有您在，我们真是太幸福了。从这个月起，改成计件加质量双考核，基础计件照常算，月底统计次品率，低于标准的发质量奖金，超标的按比例扣罚。手艺好、做工细的，以后工资只会比现在更高。真的，做得好还能额外拿奖金？我就说光图快不行，还得把活做细，这制度才公道。之前有人赶工瞎糊弄，次品多了连累全组返工，现在手艺扎实的终于不吃亏了。就是，只要能多赚钱，我们肯定好好跟老师傅学手艺，针脚走线绝不含糊。明哥，好消息！邻省的汇联百货商场打来电话，说看中咱们的秋冬款和牛仔系列，想邀请咱们入驻他们的女装专柜，位置就在女装区核心通道边上。汇联百货，那可是邻省排得上号的大商场。对呀，人家说看了咱们展销会的资料，又打听了周边地市的销量，觉得咱们牌子有潜力，想约你下周过去面谈，具体谈扣点和进场的细节。从路边摆摊到开门店，从批发走量到进商场专柜，一步一步，名医的牌子终于要站到更宽的台面上了。你回个电话，就说我们下周准时赴约，把这几个月的销售数据、新款设计稿都整理好，咱们好好谈。管事服装厂倒闭，王八蛋厂长跑路了，工人没钱发工资，拿衣服抵账，全场清仓处理，给钱就卖。这不是管事服装厂的货吗？当初仿咱们的款仿得最凶，现在老板卷钱跑了，遭罪的全是底下干活的工人。走歪路赚快钱，终究是站不住脚。糊弄消费者，偷工减料省成本，最后坑的不仅是别人，也砸了自己的饭碗。我们商场调研过你们的款式和周边地市的销量，年轻顾客认可度很高，给你们的是女装区最好的铺位，15个平方，扣点按行业统一标准走，你们看合不合适？位置和扣点都没问题，我们这边保证每周补一次新款，货源稳定跟上，绝不耽误商场的销售节奏。那就预祝咱们合作顺利，下周就能进场装修，赶在周末正式开业，正好赶上人流高峰。合作愉快。这版型太合身了，收腰刚好，上班穿正式又不古板，给我包起来。给我妹带条健美裤，再拿件毛衣，比别的牌子做工细多了，摸着手感就不一样。明哥，家里来消息了，第2期服装技能培训班报名爆了，人数比第1期多了1倍。好多人都是冲着有老裁缝教课特意来的，说想学真手艺，找稳当活。正常，我爸那手艺，懂行的人一打听就知道金贵，还有不少周边县城的人特意赶过来报名，说学好了，要么进厂拿高工资，要么自己摆个小摊做活，都觉得有奔头。回去跟我爸说一声，辛苦他多费点心，能让更多人靠手艺吃上饭，这培训班就办得值。明哥，算完了。
今年全年销售额比去年翻了3倍，门店、零售、批发市场、商场专柜3条线全超额完成目标，专柜比预想的还爆。城南厂今年产能和营收都翻了一番，新车间全开，订单排到明年3月，稳坐省城服装生产第1梯队。这多亏了江叔带的老进攻们，品控上去了，回头客越来越多。我这边批发网络也铺开了，覆盖了3个省的20多个县城，下面的小贩都认名医的标，拿货一次比一次多。不错，争取明年再翻1倍。管市服装厂老板携款逃跑，拖欠工人工资，今日早晨于邻省被捕。可算逮着了，底下那些工人多可怜，辛辛苦苦干了大半年，1分钱拿不到，连年都过不安生。这下好了，工资好歹能追回来点儿。做人跟做衣服一个道理，这针脚歪1分，整件衣服就废了。人心歪1寸，这辈子就走偏了，偷奸耍滑赚黑心钱，看着风光一时，早晚都得栽进去。爸说的对，做实业拼到最后，拼的就是本分和良心。咱们踏踏实实做衣服，守规矩，慢一点没关系，走得稳才能走得远。开春省里有春季面料展，品类全，还有不少新款版型和新工艺。我想带你们俩一起去看看，找找下一个爆款的方向，也顺便逛逛。行，去看看。老守着自己那点手艺不行，开开眼界，才能把衣服做得更好。那感情好，咱们一家人一起去，看完展，顺便在省城周边转转。这么久了，还没一起出去逛过呢。